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韩晴天，你就是个废物！妻子林诗雨指着我的鼻子骂道。我看着他和情夫楚天意搂在一起，心如死灰。3年了，我隐瞒身份入赘林家，换来的却是无尽羞辱。离婚吧，我淡淡开口。林诗雨冷笑，离就离，你以为我稀罕？我签下离婚协议书，转身就走。手机响起，是我助理的电话。少爷，董事会已经准备就绪，韩氏集团等您回来主持大局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林家别墅里，所有人都在看我的笑话。妈，您说的对。当初就不该让诗雨嫁给这种废物。林诗雨挽着楚天意的胳膊，满脸厌恶地看着我。林母端着茶杯，高高在上地坐在沙发上。晴天啊，你也别怪阿姨说话直。3年了，你除了在家啃老，还做过什么？诗雨1个月赚10几万，你呢？连份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。我默默收拾着自己的行李，一言不发。楚天意搂着林诗雨，得意洋洋。诗雨，你看他那副德行，像个死人一样，也不照镜子，配得上你吗？天意哥，你别说了。林诗雨娇嗔道，毕竟夫妻一场，给他留点面子。留面子？我停下手中的动作，抬头看向他。这个女人3年前还对我说过，不管你有钱没钱，我都愿意跟你在一起。现在呢？为了一个开着玛莎拉蒂的所谓富二代，连基本的羞耻心都不要了。韩晴天，你发什么呆？林父从楼上走下来，手里拿着一份文件，这是离婚协议书，我已经让律师拟好了，你什么都别想分，净身出户。我接过协议书，快速扫了一眼，净身出户，还要赔偿林家3年的抚养费50万。50万！我冷笑，你们真当我是傻子？林母立刻变了脸，怎么，你还想分家产？韩晴天，你要点脸行不行？这3年你花我们家的钱，用我们家的车，住我们家的房子，现在离婚了，不让你倒贴就不错了。楚天意也跟着起哄，就是一个吃软饭的废物，还想分钱。林诗雨看着我，眼中满是鄙夷。晴天，你就签了吧，反正你也拿不出50万，就当欠着，以后有钱了再还，有钱了再还。我忽然想笑，如果他知道我银行卡里的余额有多少个零，会是什么表情？如果他知道楚天意在我面前就是个蝼蚁，又会怎么想？好，我拿起笔，在协议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。我签，林家所有人都松了口气，仿佛终于赶走了一个瘟神。晴天，你也别怨我们。林母装模作样地说道，年轻人嘛，要懂得上进。你看看天意，人家才26岁，就已经是公司高管了，开的车都要100多万。你再看看你自己。我没听他继续说下去，拎着行李箱就往外走，身后传来楚天意的大笑声。哈哈，诗雨，你总算摆脱这个废物了。走，我带你去看我新买的法拉利。真的吗？天意哥，你对我太好了。门砰的一声关上，隔绝了里面的莺莺燕燕。我站在别墅门口，看着这栋曾经住了3年的房子，心中毫无留恋，掏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。少爷，电话那头传来激动的声音，您终于愿意回来了。陈秘书，帮我订机票，我今晚就回京城。好的好的，我立刻安排。少爷，这3年您受苦了，老爷子一直在等您回来继承家业呢。挂断电话，我叫了辆出租车，司机师傅是个健谈的中年人。小伙子，这是搬家啊？离婚了？哎呀，
现在的年轻人啊，师傅摇摇头，不过也别太难过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是不是？我笑了笑，师傅说得对。车子开出林家别墅区，我回头看了一眼，林诗雨，你们的好日子该结束了。飞机落地京城已经是深夜，机场 VIP 通道里，陈秘书带着一队保镖在等我。少爷，看到陈秘书那张熟悉的脸，我心中涌起一阵暖流。这个女人跟了我们韩家20年，对我比亲人还亲。陈姨，这些年辛苦你了。陈秘书红了眼眶。少爷，您瘦了好多，那些人是不是欺负您了？过去的事就别提了。我拍拍他的肩膀。现在我回来了。车队出了机场，直奔韩氏集团总部大厦。路上，陈秘书给我汇报这3年的情况。老爷子身体还好，就是一直担心您。公司这边发展的不错，市值已经突破10000亿。不过什么？不过有几家公司最近对我们韩氏虎视眈眈，想要趁您不在的时候搞点小动作。我冷笑。谁？楚氏集团，还有林氏实业。楚氏、林氏，这要巧。我掏出手机搜索了一下楚氏集团的资料。楚天意，楚氏集团董事长楚建国之子，现任集团副总经理。原来如此，难怪这小子敢这么嚣张，原来是楚氏的少爷。不过楚氏在我们韩氏面前连个零头都算不上。陈姨，楚氏和林氏这3年都做了什么？陈秘书翻开文件夹。楚氏一直在收购我们的上游供应商，想要卡我们的脖子。林氏则是在房地产行业跟我们抢项目，用了不少见不得人的手段。有意思。我靠在座椅上，看来我不在的这3年，确实有不少跳梁小丑在蹦跶。车子停在韩氏大厦楼下，看着这栋高达88层的摩天大楼，我心中豪情万丈。这里才是我真正的家。少爷，老爷子在顶楼等您。电梯直达88楼，董事长办公室。推门而入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巨大的办公桌后面。爷爷，韩老爷子抬起头，看到我的那一刻，眼中闪过泪光。晴天，我的好孙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我走过去，紧紧拥抱这个疼了我20多年的老人。爷爷，我回来了。好，好。韩老爷子拍着我的后背。3年了，你受苦了，都是爷爷不好，当初就不该让你去体验什么普通人的生活。3年前，我年轻气盛，非要证明自己不靠家族也能闯出一番天地。韩老爷子拗不过我，只好同意我隐瞒身份出去历练。没想到却被一个女人伤得体无完肤。爷爷，过去的事就算了，现在我想做点别的事情。什么事？我眼中闪过一抹寒光。有些账该算算了。韩老爷子愣了一下，随即哈哈大笑。好，我的孙子就该有这个气魄。你想怎么做？爷爷全力支持你。明天开始收购楚氏集团的股票。楚氏？韩老爷子皱眉。那个2流公司？对，就是他们。我冷冷一笑。另外，林氏实业也一起收拾了。明白了。韩老爷子眼中金光闪烁。看来我的好孙子在外面吃了不少亏啊。我没有多说，只是看向窗外的万家灯火。林诗雨，楚天意，你们的报应来了。第2天一早，整个金融圈都炸了。韩氏集团突然发力，开始大量收购楚氏集团的流通股。1个小时内，楚氏股价暴跌30%。我坐在董事长办公室里，看着大屏幕上不断跳动的数字，心情愉悦。少爷，楚建国已经坐不住了，他的助理打了3次电话，想邀约您见面。陈秘书报告道。
不见。我头也不抬，继续收购。是，手机突然响起，是个陌生号码。韩晴天，你疯了吗？电话里传来楚天意歇斯底里的声音。我靠在椅子上，慢悠悠地说：“哦，是楚公子啊，怎么了？你别装傻，是不是你在搞我们楚氏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”我故意装糊涂，我一个无业游民，哪有能力搞你们楚氏集团？你……楚天意气得说不出话来。对了，楚公子，我声音一冷，昨天你不是说要带诗雨去看法拉利吗？买了没有？韩晴天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只是想告诉你一个道理。我站起身，走到落地窗前。有些人你惹不起。挂断电话，我心情大好。这时，陈秘书匆匆走进来：“少爷，林诗雨来了。他来干什么？说是想见您一面，有要紧事要谈。”我想了想，让他上来。10分钟后，林诗雨出现在办公室门口。她显然是精心打扮过的，穿着一身香奈儿套装，画着精致的妆容。可是她的眼中却掩饰不住惊慌和不安。晴天，他小心翼翼地开口。我没有请他坐下，只是冷冷地看着他，有时说是。晴天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，但是我们毕竟夫妻一场，前夫妻。我纠正道。林诗雨脸色一白。好，前夫妻，但是晴天，你能不能看在过去的份上，高抬贵手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？楚氏的事情，林诗雨终于忍不住了。我知道是你在搞鬼，天意他爸爸已经快被逼疯了。我哈哈大笑。林诗雨，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我一个无业游民，怎么可能搞垮楚氏集团？别装了！林诗雨急了。我今天来这里，看到你坐在韩氏集团董事长办公室里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看着他惊慌失措的样子，我心中畅快无比。你想知道我是什么人？我走到他面前，那我告诉你。我按下桌上的那线电话。陈秘书，让法务部准备一份收购协议。是，少爷。听到少爷2个字，林诗雨浑身一震，脸色瞬间苍白如纸。现在你知道了。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我是韩氏集团的继承人，韩晴天。林诗雨踉跄后退几步，险些跌倒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。他喃喃自语：你怎么可能是韩氏的少爷？你要是韩氏的少爷，为什么要入赘我们林家？为什么要受那些委屈？因为我想体验普通人的生活。我冷笑，没想到却体验到了人心的丑恶。林诗雨忽然跪了下来。晴天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求求你原谅我。他抱着我的腿哭道：我是被鬼迷了心窍，才会做出那种事情，求求你给我一次机会。我低头看着这个曾经高高在上的女人，心中没有丝毫波动。林诗雨，你记不记得3年前你对我说过什么？他抬起泪眼朦胧的脸。你说，不管我有钱没钱，你都愿意跟我在一起。我蹲下身，看着他的眼睛。现在看来，这句话的前提是，你不知道有更有钱的人。不是的，晴天，我真的爱你，爱我。我站起身。那你为什么要出轨？我，别找借口了。我走回办公桌后。林诗雨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现在的你对我来说就是个陌生人。晴天，保安。我按下内线电话。送客。2个保安很快进来，架起林诗雨就往外拖。韩晴天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我们有3年的感情。林诗雨撕心裂肺地喊道。3年的感情？我头也不抬。值几个钱？办公室恢复安静，我继续处理手头的工作。下午3点，陈秘书兴奋地跑进来。少爷，楚氏撑不住了，
楚建国要求和解，我放下手中的文件。条件呢？他愿意以市价的6折出售楚氏51%的股份。太少了，我冷笑。要80%，80%，那楚氏就彻底是我们的了。对，就是要彻底。我眼中闪过狠厉的光芒。我要让楚天意明白什么叫做绝望。楚氏集团总部大厦，董事长办公室，楚建国坐在椅子上，头发乱得像鸟窝，眼中满是血丝。短短1天时间，楚氏市值缩水了一半。再这样下去，不出3天，楚氏就要破产了。爸，你快想想办法啊！楚天意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。韩晴天那个王八蛋肯定是故意报复我，报复你！楚建国怒视着自己的儿子，你到底干了什么？我就是抢了他老婆而已。他，楚建国一巴掌拍在桌子上，混账东西！你知道韩晴天是什么人吗？不就是个入赘的废物吗？废物！楚建国气得浑身发抖。他是韩氏集团的少爷，韩老爷子的亲孙子。你惹了一个不该惹的人。楚天意腿一软，瘫坐在沙发上。韩氏集团的少爷，那个万亿财团的继承人，怎么可能？爸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韩晴天要真是韩氏的少爷，怎么会入赘林家？我也想知道为什么。楚建国怒吼道。但是现在事实摆在眼前，人家正在收购我们的股票，再有2个小时，我们就要失去控制权了。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推开，楚建国的助理慌慌张张地跑进来。董事长，不好了，韩氏又开始收购了，他们的报价是市价的3倍。什么？楚建国猛地站起来。3倍的价格收购，这是要强行夺取控制权啊！楚建国知道，这是韩氏在给他最后的机会，要么投降，要么死。爸，怎么办？楚天意已经吓得脸色苍白。楚建国闭上眼睛，深深吸了一口气。30年的心血啊！去，给韩氏那边打电话，就说我楚建国愿意见面谈判。1个小时后，韩氏集团顶楼会议室，楚建国带着楚天意战战兢兢地走了进来。会议室里，我坐在主位上，身后站着一排西装革履的律师和高管。楚董事长，久仰大名。我没有起身，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。楚建国陪着笑脸，韩少爷客气了，坐吧。我指了指对面的椅子，开门见山，我要楚氏80%的股份。楚建国脸色一变，韩少爷，80%是不是太多了？我们楚氏好歹也是有30年历史的企业。楚董事长，我打断他的话，你觉得你有讨价还价的资格吗？楚建国张了张嘴，最终还是没敢说话。这时，楚天意忽然站了起来。韩晴天，你这是公报私仇。会议室里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看向这个不知死活的年轻人。我慢慢转头看向楚天意，公报私仇，没错，你就是因为我抢了林诗雨，所以才要搞垮我们楚氏。楚天意梗着脖子说道。我忽然笑了。楚公子，你觉得林诗雨值多少钱？什么意思？我是说，你觉得为了一个林诗雨，我会动用数百亿资金来对付你们楚氏吗？我站起身，你觉得自己有这个分量？楚天意被问得哑口无言。确实，为了一个女人而动用数百亿资金，这听起来就很荒谬。那你为什么要收购我们楚氏？因为我看中了楚氏的几个项目。我淡淡说道。至于你和林诗雨的事情，只是个添头而已。添头？楚天意脸色瞬间变得煞白。原来在韩晴天眼里，自己连个正经的敌人都算不上，只是个可有可无的添头。这种羞辱比打他一巴掌还要难受。韩少爷说得对，
楚建国连忙陪笑：“那我们就签合同吧。”等等，我忽然开口：“楚董事长，我改主意了。”楚建国心里一颤：“您的意思是90%？”我冷冷说道：“刚才楚公子的话让我很不愉快。韩少爷，这是最后的条件。”我看了看手表，你们有10分钟考虑时间。楚建国看向自己的儿子，眼中满是绝望。这个不孝子把楚氏给彻底害了。我同意。楚建国艰难地说道：“很好，我示意律师准备合同。对了，楚公子。”楚天意颤颤巍巍地看向我：“以后离我远点。”我轻描淡写地说道：“不然下次就不是收购这么简单了。”楚天意浑身一抖，再也说不出话来。签完收购协议，楚氏集团正式成为韩氏的子公司。楚建国父子灰溜溜地离开了韩氏大厦，就像2条丧家之犬。我坐在办公室里，心情愉悦地处理着收购后的整合工作。少爷，林氏那边坐不住了。陈秘书拿着一份报告走进来：“林广海要求见您。”林广海，林诗雨的父亲，林氏实业的董事长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说愿意无条件配合韩氏的所有决定，只希望您能给林氏一条生路。我冷笑一声：“一条生路？当初他们赶我走的时候，可没想过给我留生路。那您的意思是，既然楚氏已经拿下了，那就该轮到林氏了？”我站起身：“不过这次不用收购，直接碾压。”明白。下午6点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来电显示林诗雨。我接起电话，对面传来哭泣声：“晴天，求求你了，放过我们林家吧。”林诗雨，你这是在求我？是的，我求你。林诗雨声音颤抖：“我爸爸刚才已经被气得住院了，医生说是心脏病发作，求求你高抬贵手。”哦，我语气平淡：“那又怎样？晴天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我爸爸好歹也叫了你3年女婿。”是啊，叫了3年女婿。我慢慢说道：“然后呢？他把我当女婿看过吗？”电话那头沉默了。林诗雨，你记不记得去年冬天的那个晚上？什么晚上？你发高烧，我背着你去医院，在急诊科排队的时候，你爸爸来了，看到我就骂我没用，说连个私人医生都请不起。我的声音越来越冷。那时候你说什么来着？林诗雨的哭声更大了。你说，爸爸说的对，韩晴天确实没用。我那时候是糊涂了，糊涂。我哈哈大笑。还有一次，你们家来了客人，你妈妈当着客人的面说我是上门女婿，让我去厨房帮忙。我去了，你知道客人怎么评价我的吗？晴天，他们说这种男人也配娶林家的女儿，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我的声音彻底冷了下来，而你就在旁边笑着点头。电话那头只有哭声。所以林诗雨，现在轮到你们尝尝被人看不起的滋味了。晴天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你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愿意重新嫁给你，重新嫁给我。我觉得很好笑。林诗雨，你以为你还有这个资格吗？我有，我们还年轻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，重新开始。我走到落地窗前，看着楼下的车水马龙。林诗雨，你知道什么叫做覆水难收吗？晴天，我韩晴天这辈子绝对不会要一个二手货。说完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，手机立刻又响了起来。我看都不看，直接关机。这时，陈秘书敲门进来：“少爷，苏小姐来了。”我愣了一下，婉儿来了。是的，她刚从国外回来，听说您回到了公司，特地过来看您。苏婉儿，我的青梅竹马，苏家的千金。3年前我离开京城的时候，她还在国外留学，快请她进来。
几分钟后，一个身材高挑、容貌绝美的女孩走了进来。晴天哥哥，她一进门就扑到我怀里，眼中含着泪水。婉儿，你怎么哭了？我轻拍着她的后背。我听说你结婚了，还离婚了。苏婉儿抬起头，美眸中满是心疼。晴天哥哥，你是不是受了很多委屈？看着这张单纯美好的脸，我心中涌起一阵暖流。这才是真正关心我的人。没事，都过去了，都过去了。苏婉儿气鼓鼓地说道。那个林诗雨敢欺负我的晴天哥哥，我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。我忍不住笑了。你一个小丫头，能给他什么颜色看看？我不是小丫头了。苏婉儿不满地撅起嘴。我今年已经24岁了，而且我现在是苏氏集团的副总裁。副总裁？我有些惊讶。苏叔叔这么放心把公司交给你？当然了。苏婉儿得意地扬起下巴。我在国外学的就是企业管理，而且还拿到了哈佛的 MBA 学位，厉害！我由衷地夸赞道。那是。苏婉儿忽然凑近我。晴天哥哥，你现在单身了？我也单身。婉儿，我打断了他的话。你还小。我不小了。苏婉儿急了。晴天哥哥，我等了你这么多年，你就不能给我一个机会吗？看着他真诚的眼神，我心中有些动摇。但是经历了林诗雨的背叛，我对感情已经不再那么信任了。婉儿，我们先做朋友，好吗？苏婉儿有些失望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好吧，不过晴天哥哥，你要给我机会证明自己。一定。这时，陈秘书敲门进来。少爷，有您的快递。什么快递？好像是什么邀请函。我接过快递，拆开一看，是一张烫金的邀请函，同学聚会邀请函，时间明天晚上7点，地点香格里拉大酒店。这是我大学同学组织的聚会，3年没见了，也该去见见老同学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林诗雨也是我的大学同学，我想他一定也会参加这次聚会。那么，就让这次聚会成为他彻底绝望的开始吧。香格里拉大酒店，金碧辉煌的宴会厅里已经聚集了30多个人。我换了一身低调的休闲装，开着一辆普通的奥迪 A6 走进了停车场。今晚我不想太过张扬，毕竟猫捉老鼠的游戏要慢慢玩才有趣。走进宴会厅，熟悉的面孔映入眼帘。哎呀，这不是韩晴天吗？一个胖胖的男人走了过来，是我的大学室友张伟。老张，好久不见。我和他拥抱了一下。晴天，听说你离婚了？张伟小声问道。林诗雨那女人，当初在学校就不是省油的灯。都过去了。我拍拍他的肩膀。现在不是挺好的吗？也对，男人嘛，何必为了一个女人死心塌地？张伟看了看四周。对了，林诗雨今天也来了，还带了个男朋友，听说是什么富二代。楚天意也来了，有意思。在哪呢？我故意问道。那边。张伟指了指角落里的一桌，就是那个穿西装的小白脸。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，果然看到了林诗雨和楚天意。林诗雨穿着一身红色的晚礼服，画着精致的妆容，正在和几个女同学聊天。楚天意坐在他身边，脸色有些憔悴，显然最近的打击让他很不好受。走，我们过去坐。我拍拍张伟的肩膀。你确定？张伟有些担心，万一尴尬怎么办？不会的，我笑了笑，都是成年人了，没那么幼稚。我们走向林诗雨那桌，路过的同学都纷纷和我打招呼。韩晴天，好久不见。晴天，你现在在哪工作啊？听说你离婚了，有什么打算吗？我一一回应着，表现得很自然。终于走到了林诗雨那一桌，看到我，
林诗雨脸色瞬间变得苍白，楚天意更是浑身一颤，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。诗雨，好久不见，我笑着和他打招呼，就像老朋友一样。晴天，林诗雨声音有些颤抖。还有楚公子，真是巧啊！我看向楚天意，没想到能在这里遇到你。楚天意张了张嘴，愣是说不出话来。昨天他还在韩氏大厦里被我羞辱得体无完肤，今天就要和我同桌吃饭，这种尴尬简直要命。韩晴天，你怎么来了？一个尖锐的女声响起，我转头看去，是大学时期的班花赵美丽。美丽，同学聚会我为什么不能来？我笑着问道。我是说，赵美丽看了看林诗雨，你们都离婚了，还坐在一起，不尴尬吗？有什么尴尬的？我大大方方地坐下，都是文明人，离婚又不是仇人。赵美丽撇嘴，我还以为你不好意思来呢，毕竟被人绿了，多丢人啊！此话一出，桌上的气氛瞬间变得尴尬起来。林诗雨脸色更白了，楚天意也坐立不安。美丽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张伟忍不住开口，我说错了吗？赵美丽一脸无辜，林诗雨出轨是事实吧？韩晴天被绿也是事实吧？够了！林诗雨终于忍不住了。赵美丽，你别太过分。我过分？赵美丽冷笑，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。你们俩当初在学校里恩恩爱爱的，谁知道结婚没几年你就出轨了。韩晴天这么老实的人，被你害得多惨啊！听到老实两个字，我心中忍不住想笑。如果赵美丽知道我的真实身份，还会觉得我老实吗？美丽，别说了，我摆摆手，都过去了。而且诗雨现在有了新的幸福，我也为他高兴。听到我这么说，林诗雨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，他没想到我会为他说话。对啊，诗雨现在可是找了个富二代男朋友。另一个女同学李娜酸溜溜地说道，听说开的是玛莎拉蒂，家里还有好几家公司呢。楚天意听到这话，脸色更加难看了。玛莎拉蒂，那辆车昨天就被他卖了，用来补贴家用。至于好几家公司，现在楚氏都不是他们家的了，是吗？我故意问道。楚公子，听说你家生意做得很大。楚天意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来。林诗雨连忙替他解围，天意最近比较忙，不太愿意谈工作的事情。理解，我点点头。商场如战场吗？确实辛苦。这时有人提议，我们来玩个游戏吧，每个人说说自己现在的工作和收入，看看谁混得最好。这个主意不错。赵美丽第一个赞同。我先来。我现在在一家外企做市场经理，年薪30万。我在银行做客户经理，年薪25万。我开了个小公司，去年赚了50万。轮到楚天意的时候，他犹豫了半天才说，我在家族企业工作，具体收入不方便透露。大家都理解地点头，以为他是低调。轮到林诗雨，他昂着头说，我在林氏实业做副总，年薪80万。哇，诗雨真厉害，不愧是富家千金。同学们纷纷夸赞。轮到我的时候，所有人都看了过来。韩晴天，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啊？有人问道。我想了想，决定继续低调。我刚换了工作，在一家公司做管理。什么公司？收入怎么样？赵美丽追问道。一家小公司，收入一般般吧。我模糊地回答。赵美丽撇嘴，果然，老实人就是没出息。林诗雨看着我，眼中闪过一丝愧疚。他以为我现在混得不好，所以才不愿意多说。不过也正常。李娜酸溜溜地说道。韩晴天当年就是个书呆子，除了学习成绩好，
其他什么都不会。这种人出了社会肯定吃亏，就是不像楚天意，年纪轻轻就能开玛莎拉蒂。听着同学们的议论，我心中毫无波动。很快，你们就会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赢家了。酒过三巡，气氛渐渐热烈起来。楚天意喝了不少酒，脸色潮红，话也多了起来。诸位同学，今天能见到大家，我真的很开心。他举起酒杯，特别是能认识诗雨这么优秀的女孩，更是我的幸运。大家纷纷举杯响应。楚公子真是好福气啊！诗雨这么漂亮能干，简直是完美女友。是啊，当年在学校里多少人追诗雨都没成功呢。楚天意得意洋洋，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实力。诗雨是什么人？林氏实业的千金小姐，年薪80万的女强人，一般的男人哪里配得上她？说到这里，他有意无意地看了我一眼，像某些人连份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，怎么可能给诗雨幸福？虽然没有指名道姓，但所有人都知道他在说谁。林诗雨轻拉了拉他的衣袖，天意，别说了，我说错了吗？楚天意酒劲上头，说话更加肆无忌惮。诗雨，你跟了我才算是找到了真正的归宿，那个韩晴天就是个彻头彻尾的 loser。 听到这话，张伟有些看不下去了。楚天意，你说话注意点分寸。分寸？楚天意冷笑，我说的都是事实啊。韩晴天现在混成什么样子，大家都看到了。找个小公司的破工作，连年薪都不敢说，这不是 loser 是什么？赵美丽也跟着附和，就是当年在学校里装得多清高，结果出了社会一事无成。诗雨当初真是瞎了眼，才会看上这种男人。李娜也落井下石。我静静地听着这些嘲讽，脸上始终挂着淡淡的笑容。这种场面我已经经历过太多次了，在林家的3年，类似的羞辱每天都在上演，只不过现在风水轮流转了。楚公子说得对，我忽然开口，我确实不是什么成功人士，也配不上诗雨这样的优秀女孩。听到我这么说，楚天意更加得意了。你还算有自知之明，不过我有点好奇。我看着楚天意，楚公子刚才说要给诗雨幸福，请问你准备怎么给？什么意思？我是说具体的计划，比如什么时候结婚，婚房买在哪里，彩礼准备多少？我一脸认真地问道。楚天意被问得愣了一下，现在的他别说买婚房了，连房租都快付不起了，这些都是私事，不方便在这里讨论。他支支吾吾地说道。也对，确实不方便。我点点头。那我换个问题，楚公子现在还开玛莎拉蒂吗？楚天意脸色瞬间变了。玛莎拉蒂昨天就被他卖了，现在只能坐地铁出行，车子送去保养了。他硬着头皮说道。哦，保养啊。我恍然大悟的样子。那楚公子现在是怎么来的？打车来的。打车？我故作惊讶。楚公子这么有钱，怎么会打车？难道是为了环保？楚天意的脸越来越红，不知道是因为酒精还是因为羞愧。林诗雨察觉到了不对劲，连忙岔开话题。晴天，你别问了，天意最近工作忙，顾不上这些小事。理解。我笑着点头。生意人嘛，都这样。对了，楚公子，听说你们家最近在收购其他公司，生意做得很大啊。楚天意脸色彻底白了。收购？现在楚氏都被韩氏收购了，哪里还有能力收购别人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他声音发颤。我随便猜的。我一脸无辜。像楚公子这样的商业天才，不大举扩张才怪呢。这时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，
我看了一眼来电显示，是陈秘书打来的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我走到一边，按下接听键。少爷，林氏实业的股价已经跌到谷底了，要不要开始收购？现在几点了？晚上9点，太早了。我看了看正在和同学们聊天的林诗雨，再等等，让子弹飞一会儿。明白。挂断电话，我回到座位上。什么重要电话啊？张伟好奇地问道。工作上的事情，我随口说道。老板让我明天早点去公司。哎，韩晴天，你也真是的。赵美丽不阴不阳地说道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要被老板催？看看人家楚天意，人家是老板的儿子，想什么时候上班就什么时候上班。美丽说得对。楚天意重新找回了一点自信。晴天啊，要不你来我们公司工作吧？虽然工资不会太高，但是胜在稳定。谢谢楚公子的好意。我摇摇头。不过我现在的工作挺好的，小公司能有什么好的？楚天意不屑地说道。还是来我们楚氏吧，我可以给你安排个主管的职位。楚氏？现在的楚氏可是我的子公司了。我忍住笑意。楚公子真是太客气了，不过我暂时没有跳槽的打算。那好吧。楚天意装出一副惋惜的样子。不过晴天，如果你改变主意了，随时可以找我，毕竟同学一场，我会照顾你的。照顾我？这话说的真是讽刺。这时我的手机又响了，这次是苏婉儿打来的。晴天哥哥，你在哪里啊？我给你买了夜宵，想给你送过去。我在参加同学聚会。同学聚会？苏婉儿的声音立刻警觉起来。那个林诗雨也在吗？在。哼，苏婉儿气呼呼地说道。我现在就过去，我要看看那个欺负我晴天哥哥的女人长什么样。婉儿，你别闹。我没闹，我就是要去。说完，他就挂断了电话。我摇摇头，这丫头还是这么任性。谁打的电话？女朋友？李娜八卦地问道。一个朋友。我没有多说。朋友？男的女的？赵美丽追问。女的。哇，韩晴天，没想到你离婚这么快就找到新女朋友了。听到这话，林诗雨脸色有些不自然。只是朋友，我强调道。朋友会给你买夜宵？赵美丽不相信，说是不是新女朋友？长得怎么样？做什么工作的？我正想回答，宴会厅的门忽然被推开了，一个身穿香奈儿套装、容貌绝美的女孩走了进来，正是苏婉儿。她一进门就快速扫视全场，很快就锁定了我的位置。晴天哥哥。她踩着高跟鞋快步走了过来，直接坐在了我身边。看到苏婉儿的那一刻，全桌的人都愣住了。这个女孩太美了，而且身上那种高贵的气质，一看就不是普通人。这位是？张伟结结巴巴地问道。我是苏婉儿，晴天哥哥的朋友。苏婉儿甜甜一笑，然后目光扫向林诗雨。请问哪位是林诗雨小姐？林诗雨有些紧张地举起手。我是。苏婉儿仔细打量了他一番，然后摇摇头。就这样。晴天哥哥，你的眼光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差了？此话一出，全桌的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。这个女孩也太直接了吧。林诗雨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。这位小姐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觉得你配不上我晴天哥哥。苏婉儿毫不客气地说道。不过也好，你不要他，正好给我机会。楚天意看不下去了。你这个女人怎么说话的？诗雨哪里配不上韩晴天了？苏婉儿转头看向楚天意，上下打量了一番。你又是谁？我是楚天意，诗雨的男朋友。楚天意挺起胸膛。楚氏集团的副总经理。楚氏集团。苏婉儿歪着头想了想，没听说过。
楚天意脸色一变，不可能，楚氏集团在江南很有名的，有名吗？苏婉儿拿出手机搜索了一下，咦，还真有这家公司，不过看起来很一般啊，市值才几百亿，几百亿还一般。在场的同学们都被苏婉儿的话给镇住了，几百亿的公司在他眼里只是很一般，那他到底是什么身份？小姐，你到底是做什么的？赵美丽忍不住问道。我啊，苏婉儿笑眯眯地说道，我家里做点小生意。什么小生意？就是投资啊，金融啊，房地产啊，这些。苏婉儿轻描淡写地说道，也不算什么大生意，就是勉强够花。投资、金融、房地产，这些可都是最赚钱的行业。而且听苏婉儿的语气，他家的生意规模绝对不小。那你家公司叫什么名字？李娜小心翼翼地问道。苏氏投资。苏婉儿随口说道。苏氏投资。楚天意脸色瞬间变得煞白。苏氏投资是江南最大的投资公司之一，资产规模超过5000亿。他们楚氏在苏氏面前连个零头都算不上。你是苏氏投资的？楚天意声音发颤。对啊，我爸爸是董事长，我现在是副总裁。苏婉儿说得云淡风轻，好像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。全桌的人都震惊得说不出话来。苏氏投资的千金小姐，而且还是副总裁，这可是真正的豪门千金啊！所以你们明白了吧？苏婉儿看向林诗雨和楚天意，我晴天哥哥不是配不上你们，而是你们配不上他。不可能！林诗雨忍不住反驳，韩晴天只是个普通人，怎么可能认识你这样的人？普通人？苏婉儿哈哈大笑。林小姐，你是不是对我晴天哥哥有什么误解？什么误解？他可是……苏婉儿刚要说什么，被我拉住了胳膊。婉儿，别说了。我给他使了个眼色。苏婉儿虽然不明白我为什么要阻止他，但还是乖乖闭上了嘴。晴天哥哥不让我说，那我就不说了。他挽住我的胳膊。不过林小姐，我奉劝你一句，有些人你惹不起的。林诗雨脸色变得更加难看，他隐隐感觉到韩晴天好像并不是他想象中的那个普通人。这时，我的手机第3次响了，还是陈秘书打来的。少爷，出事了。什么事？林氏实业的股价突然暴跌，现在已经跌停了。我看了看时间，晚上9点半，时间刚好。我知道了，我淡淡说道，按计划执行。明白。挂断电话，我发现林诗雨正紧张地看着我。晴天，刚才是谁打的电话？你脸色怎么这么严肃？他关切地问道。没什么，工作上的事情。我收起手机。这时，林诗雨的手机突然响了，他接起电话，对面传来林母歇斯底里的哭声。诗雨，快回来，公司出大事了。妈，你别急。什么事？股价跌停了，你爸爸又被气得昏过去了。林诗雨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如纸。股价跌停？这怎么可能？妈，你不要急，我马上回去。他匆忙挂断电话，对楚天意说道。天意，我们快回去，公司出事了。楚天意也慌了。什么事？股价跌停了。跌停？楚天意心里一凉，他想起了昨天楚氏的遭遇。难道……他偷偷看了我一眼，心中涌起不祥的预感。诗雨，我们走。他拉着林诗雨就要离开。这就要走啊？苏婉儿故意说道。聚会还没结束呢，我们家里有急事。林诗雨焦急地说道。什么急事？说来听听，说不定我能帮上忙。苏婉儿一脸关切的样子。我们公司股价跌停了。股价跌停？苏婉儿做出惊讶的表情。
那可真是太可怜了。不过也正常，现在市场竞争这么激烈，一些小公司被淘汰也是正常的。小公司，林氏实业好歹也是有几十亿市值的企业，怎么到了苏婉儿嘴里就成了小公司？但是现在林诗雨顾不上这些了，他只想赶紧回家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晴天，我先走了。他看着我，眼中满是复杂的情绪。路上小心。我点点头。林诗雨和楚天意匆匆离开了宴会厅，看着他们慌张的背影，我心中涌起一阵快意。好戏才刚刚开始。晴天哥哥，你是不是在整他们？苏婉儿凑到我耳边小声问道。我没有承认，也没有否认，只是淡淡一笑。婉儿，你觉得呢？苏婉儿眨眨眼睛。我觉得他们活该，竟然敢欺负我的晴天哥哥。哼！其他同学看着我们两个，眼中满是困惑。他们隐隐感觉到韩晴天好像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，但是具体哪里不对又说不出来。韩晴天，你女朋友真漂亮。张伟由衷地夸赞道。她不是我女朋友。我纠正道。还不是？苏婉儿不满地撅起嘴。晴天哥哥，我都这么明显了，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吗？看着她可爱的样子，我心中一软，也许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了。林家别墅一片混乱，林诗雨和楚天意匆匆赶回来，就看到林母坐在沙发上，哭得梨花带雨。妈，爸爸怎么样了？林诗雨紧张地问道。还在医院。林母哭道。医生说是心脏病发作，现在还在抢救。怎么会这样？林诗雨瘫坐在沙发上，股价为什么会突然跌停？我哪里知道啊？林母抽泣道。刚才公司的人打电话来说，有大资金在恶意做空我们的股票，股价1个小时就跌停了。恶意做空？林诗雨心里一颤，想起了楚天意昨天的遭遇。妈，会不会是韩晴天做的？他小心翼翼地问道。韩晴天？林母愣了一下，然后怒道：那个废物能做什么？他要有这个本事，当初就不会在我们家受气了。楚天意在一旁默不作声，他知道韩晴天的真实身份，也知道这次林氏的遭遇绝对和韩晴天脱不了关系，但是他不敢说，因为一旦说出来，林家就会知道他之前的那些牛皮都是吹的。楚氏现在都不是他们家的了，他哪里还有什么资格做林诗雨的男朋友？诗雨，现在怎么办？林母抓着女儿的手。公司要是垮了，我们家就完了。林诗雨咬着牙。妈，你别急，我想想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我去找晴天。林诗雨艰难地说道。也许他真的有办法。找他？林母瞪大眼睛。你疯了吗？那个废物能有什么办法？妈，今天在同学聚会上，晴天身边出现了一个女孩，是苏氏投资的千金小姐。林诗雨分析道。如果晴天真的只是个普通人，怎么可能认识这样的人？林母愣住了。苏氏投资，那可是江南最大的投资公司啊！你的意思是，韩晴天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？我也不确定。林诗雨摇摇头。但是现在除了他，我想不出还有谁能帮我们。楚天意听到这里，心中涌起强烈的危机感。如果林诗雨知道了韩晴天的真实身份，还会继续跟着自己吗？诗雨，你想多了。他连忙说道。韩晴天要真有那么厉害，当初就不会被你们家赶出去了。可是，没有可是。楚天意打断他的话。我觉得这次股价跌停，可能是市场的正常波动。你看我们楚氏昨天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。但是今天不是稳定下来了吗？稳定下来，楚天意这话说的自己都心虚。
楚氏现在已经被韩氏收购了，哪里还有什么稳定可言？真的吗？林诗雨将信将疑。当然是真的。楚天意拍着胸脯保证：诗雨，你要相信我，我一定会保护你的。保护？他现在自身难保，还怎么保护别人？这时，林诗雨的手机响了，是医院打来的电话。喂，林小姐，您父亲已经脱离危险了，但是还需要观察。谢谢医生。林诗雨松了一口气，挂断电话，他对林母说：妈，爸爸没事了。太好了。林母喜极而泣。妈，我们去医院看看爸爸吧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去。三人匆匆赶往医院。医院里，林广海躺在病床上，脸色苍白。看到女儿，他艰难地睁开眼睛。诗雨，公司的事情，爸，你别说话，先好好休息。林诗雨握着父亲的手。公司的事情我来处理。那些股票是谁在做空我们？林广海虚弱地问道。我会查清楚的。林诗雨咬着牙说道。这时，他的手机又响了，是公司的财务总监打来的。林总，不好了。怎么了？有人在大量收购我们的股票，现在已经收购了30%的流通股。什么？林诗雨惊呼出声。是谁在收购？不知道，是通过代理公司收购的，查不到真正的买家。收购价格呢？市价的一半。这简直是强买强卖。林总，您快想想办法吧，再这样下去，公司的控制权就要丢了。林诗雨挂断电话，脸色一片死灰。有人在收购林氏的股票，而且是恶意收购。这种手段和昨天楚氏的遭遇一模一样。他忽然想起了韩晴天那张平静的脸，难道真的是他？但是这不可能啊！韩晴天要真有这种实力，当初为什么要隐瞒身份入赘林家？为什么要忍受3年的屈辱？这完全说不通啊！诗雨，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？楚天意关切地问道。有人在恶意收购我们公司的股票。林诗雨声音颤抖。楚天意心里一凉，果然，韩晴天开始对林氏下手了。诗雨，你别慌。他强装镇定。我回去问问我爸，看看能不能帮上忙。帮忙？现在楚氏都不是他们家的了，还怎么帮忙？但是楚天意不敢说实话，只能继续装下去。真的吗？林诗雨看到了一丝希望。当然是真的。楚天意拍拍他的肩膀。我们楚氏在商界也有一些朋友，也许能帮你们渡过难关。朋友？那些所谓的朋友，昨天楚氏出事的时候，一个个都跑得比兔子还快，现在还指望他们帮忙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但是楚天意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谢谢你，天意。林诗雨感激地看着他。有你在，我安心多了。看着他信任的眼神，楚天意心中涌起强烈的愧疚感。他欺骗了他，但是他又不敢说出真相，因为一旦说出真相，他就会失去他，而失去林诗雨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事情。深夜，韩氏集团大厦依然灯火通明。我坐在办公室里，看着电脑屏幕上不断跳动的数据。林氏实业的股价已经跌到了历史最低点，而我们已经收购了40%的流通股。按照这个进度，明天就能完全控制林氏了。少爷，苏小姐来了。陈秘书敲门进来，让她进来。苏婉儿蹦蹦跳跳地走了进来，手里还提着一个保温盒。晴天哥哥，你还在工作啊？我给你带了夜宵。他打开保温盒，里面是香喷喷的小馄饨。婉儿，你怎么这么晚还不睡？我接过馄饨，心中涌起一阵暖流。我担心你啊。苏婉儿坐在我身边。今天看到那个林诗雨，我就来气。
那种女人怎么配得上我的晴天哥哥？都过去了。我吃了一口馄饨，味道很棒。过去了吗？苏婉儿眨眨眼睛。我怎么感觉你在报复他？我停下手中的动作，看向这个聪明的女孩。你看出来了？当然啦。苏婉儿得意地扬起下巴。你忘了我是学企业管理的，这种商业收购的套路，我闭着眼睛都能看出来。我笑了笑。那你觉得我这样做对吗？对，苏婉儿毫不犹豫地说道。他们欺负了你3年，现在该他们付出代价了。可是这样做会不会太残忍了？我故意问道。残忍？苏婉儿瞪大眼睛。晴天哥哥，你太善良了。他们当初对你残忍的时候，可没想过你的感受。说到这里，他握住我的手，认真地说道：晴天哥哥，你要记住，善良要给对的人，对于那些不值得的人，就应该让他们付出代价。看着他认真的样子，我心中一动，这个女孩真的很了解我。婉儿，你愿意帮我一个忙吗？什么忙？只要是晴天哥哥的事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明天林诗雨很可能会来找我，到时候你陪我一起见他。为什么要见他？苏婉儿不解。因为有些话需要当面说清楚。我眼中闪过一抹寒光。3年的账该算算了。第2天上午，林诗雨果然来了。他一个人来的，没有带楚天意。陈秘书领着他进入办公室的时候，我正在处理文件。苏婉儿坐在一旁看杂志。晴天，林诗雨小心翼翼地开口。我抬起头，看着这个曾经的妻子，她显然一夜没睡，眼中满是血丝，脸色憔悴。诗雨，坐吧。我示意他坐下。韩晴天，我直接问你。林诗雨深吸一口气。林氏的事情是不是你做的？我没有马上回答，而是看向苏婉儿。苏婉儿放下杂志，冷冷地看着林诗雨。林小姐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公司被人恶意收购，手法和处事一模一样。林诗雨咬着牙说道。我怀疑是韩晴天在报复我们。报复？苏婉儿哈哈大笑。林小姐，你是不是太看得起自己了？我晴天哥哥是什么身份，会为了报复你这种小人物而大动干戈？那你们解释一下，为什么我们公司出事的时候，韩晴天就在现场？巧合而已。苏婉儿不屑地说道。商场如战场，每天都有公司倒闭，难道都要怪到我晴天哥哥头上？林诗雨被说得哑口无言。确实，如果韩晴天真的只是个普通人，那这种指控就太荒谬了。晴天，你说话啊。他看向我，眼中满是祈求。我们毕竟夫妻一场，你不会真的忍心看着我们林家破产吧？夫妻一场，我忽然笑了。诗雨，你还记得1年前的那个晚上吗？什么晚上？你生日那天。我慢慢说道。我存了半年的钱，给你买了一条项链，虽然只是银的，但那是我当时能买得起的最好的东西了。林诗雨脸色变了。你收到项链后，当着我的面就扔进了垃圾桶。你说这种廉价货也好意思送给我，真是丢人。我那时候是心情不好。我打断他的话。是啊，因为那天楚天意送了你一辆玛莎拉蒂，相比之下，我的银项链确实太寒酸了。林诗雨低下头，不敢看我的眼睛。还有去年春节，我继续说道，你们全家去三亚度假，却不让我跟去。你说我这种人去了只会丢人现眼。晴天，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房子里过了整个春节，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？我的声音越来越冷。孤独、屈辱、被抛弃。苏婉儿听到这些，眼中闪过愤怒的光芒。林诗雨，你真是太过分了。她愤怒地说道。晴天哥哥
对你那么好，你竟然这样对他，我知道我错了。林诗雨忽然跪了下来，晴天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你原谅我。看着他跪在地上的样子，我心中没有丝毫波动。3年前，我也曾经这样跪过，为了挽回这段感情，为了得到一点点关怀，但是得到的只有更多的羞辱。起来吧，我淡淡说道，跪着也改变不了什么。晴天，你到底要我怎么样？林诗雨哭着说道，我可以重新嫁给你，我可以补偿你，我什么都可以做，什么都可以做。我冷笑，那你能让时间倒流吗？能让我忘记那些屈辱吗？林诗雨，有些东西一旦失去了，就永远找不回来了。我站起身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比如信任。晴天，回去吧。我转身背对着他，该来的总会来的。林诗雨知道自己再说什么都没用了，只能绝望的离开。等他走后，苏婉儿走到我身边，轻抚着我的后背。晴天哥哥，你做得对，他轻声说道，这种女人不值得你的原谅。我点点头，看向窗外的城市。林诗雨，这只是开始，3年的屈辱，我会让你们10倍偿还。下午3点，林氏实业正式宣布被韩氏集团全资收购，消息传出，整个商界震动。韩氏集团的少爷回来了，而且手段雷厉风行，短短3天时间，连续收购了2家上市公司。这种魄力让所有人都刮目相看，而林家在得知真相后彻底崩溃了。林广海再次心脏病发作，这次更加严重，林母在医院里哭得昏天黑地。林诗雨坐在医院走廊里，眼神空洞。他终于明白了，韩晴天从来不是什么普通人，他是韩氏集团的少爷，是真正的豪门公子，而他却为了一个楚天意背叛了他。现在想起来，楚天意和韩晴天比起来，简直就是个笑话。一个是万亿财团的继承人，一个是已经破产的2代，他怎么会做出这么愚蠢的选择？诗雨，楚天意坐在他身边，你别太难过了。林诗雨转头看着他，眼中满是厌恶。楚天意，你早就知道韩晴天的身份，对不对？楚天意脸色一变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你知道的。林诗雨冷冷地说道，从昨天你就知道了，但是你没有告诉我。诗雨，你怕我知道真相后会后悔，会重新去找韩晴天。林诗雨站起身，楚天意，你真是太自私了，我是为了保护你。楚天意急了，诗雨，你不能离开我，保护我。林诗雨哈哈大笑，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，还谈什么保护我？楚天意，我们结束吧。林诗雨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楚天意瘫坐在椅子上，彻底绝望了。他失去了一切，公司、地位、爱情，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招惹了一个不该招惹的人——韩晴天，一个让他永远无法企及的男人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